你只要把心放在那边学习啊，学了1分0.0几分也好啊，但是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因为佛陀他也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有佛性的。相信这句话吗？点头而已哦。这个信不知道准不准哦。我们前几天就讲过了，信不信因果？这个面还意思是，你问我不好意思说不信嘛，但是心里面呢还是有一点点，可能这个一点点是很多很多的一点点这样哦，不相信，因为我们有时候相信的是我们说眼见为信，告诉你眼见不一定可以信，那耳听更不可信，因为有很多因缘不在我们能力见到或者是听到或者是感受到的范围因缘它是一种法则的运作缘起，那各种现象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们是相互关联的。现在互联网的观念呢是缘起的观念来的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呢要走向什么物联网本来是互联互联是一种那个观念，然后告诉我们这些电子什么人之间互联，现在他说物联，所有的物都是相关联的它这个范围更广了。那佛法所讲的缘起之网不得了，它是遍及整个宇宙的所以整个宇宙在运作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缘起的这个网相互关联。所以呢，因为这样相互关联，所以它一定是它的本性一定是空，就是它一定不断的在变化，然后没有一个实体的存在。所有的现象显现出来都是各方的因缘相互交融，然后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然后它呈现出来的。所以你要抓一个东西说这个就是什么东西，没有的。但是你虽然抓，表面上看可以抓得到，但是这个抓到的东西，你知道它不断的在变化吗？你知道它不是一个实体吗？你说明明是一个实体可是它怎么会出现的呢？东西怎么会出现你说我在商店里面买的吗？商店说我从什么批发商买的嘛？批发商说我从什么地方来的嘛？那个什么地方说是我工厂来的嘛？那工厂说我的原料从哪里来的嘛？你看，你看到的这个叫做实体吗？不是，它只是暂时停住而已，它一直在变化，而且它会显现，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因缘才呈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能够看到多少？你知道它的原料从哪里来吗？你知道做它的机器是从哪里来吗？然后机器是怎么形成的吗？都不知道的，你只看到这个东西而已，成果。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果了那你说这个实在吗？不实在，但是好用没有它，我口干了，没有人装水，没有东西装水又不能这样喝，对不对？好用，我们就用它。所以你看，所有的现象都是这样好。我们所谓的好是很好用，但是你认为属于你的吗？没有。你在认为它是你的同时呢，它会发生一个事情，你对它有
执着有染着的心，糟糕，你就多了一条绳子绑住你了啊！所以有些人他执着这个是我的，所以每次我都要看到是这一个出现，他们拿另外一个来，或者这个打破了，我就不喝了，气死我！干嘛呢？对不对？可能打破了，可能他们换另外一个来了就来了嘛，我还是要喝水嘛，对不对？我就不要说，怎么昨天那个不见了？你们放到哪里去？不是给我用的吗？是我的吗？你看，烦恼啊！我们整天就在这个有上面去加烦恼，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信不信因果？也不信你的心里面呢有点不信，甚至于不是一点，有很多很多的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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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看到整体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可能不信的那种心理。那佛法告诉我们呢，有些比如说禅宗，他就告诉我们，一花一世界，对不对？也是经典讲，就说你从一朵花里面就看到一个世界了，因为所有世界相互关联的因缘，都可以在你手上看到的一朵花呈现，所以这个花它是整个世界了吗？所以你说这个花是一个实体吗？不是，它就是因缘显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它一定是空的吗？它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变化的。那么你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很多事情呢，你开始懂得更好的去处理它的，因为你的心没有在染着这些现象了嘛。尤其你们有些同学过去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我们男生跟女生不一定这个不要这样讲，可能有些女生就认为你们为什么知道女生现在你们大概比较不容易明白，尤其那些比较年轻的，你们给老师打过？我们那个时候给老师打是很平常的事，知道吗？那我们发现到说老师呢，包括我们的校长，我是给校长打过的。我跟我的老同学周金亮，都是给校长打过。打过哪里？打过屁股。我现在觉得，这个是我的学生生涯里面呢，非常有纪念性的但是呢，我很感恩这个校长的。后来这个校长的表现非常的好，我觉得给他打很光荣我们的校长从来不打女生的，我们的老师小学到中学几乎不管男老师是女老师都没有打女生的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跟女生吵架，男生跟女生吵架，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很平常的吵架了以后，那个他好像是一个班长那么他就拿那个擦黑板的就丢我们我们男生跟他吵架，他就去丢，刚好我们站在那个图书橱，我们每一个班有一个图书橱嘛，对不对？站在他的前面，他丢的时候我们一闪开，砰，把那个书橱的玻璃打破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的继任老师，我们继任老师是一个女老师来骂我们，是他丢的，他骂我们，我们男生对骂了以后，我现在还记得，但是骂什么忘记了，还记得这个事情骂，但是我也很感恩这个老师我们过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没问题。我甚至小学到1、2、3年级的时候，给我一个继任老师这样拉耳朵，啪啪
这样打的因为我吵嘛，吵，他听到了，从啪啪，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我赶快去洗脸。为什么？因为这边红赶快洗脸，不然等下同学看到我们自己还觉得不好意思，然后现在还记得，但是那个过程呢，我们心里面呢没有疙瘩那为什么说老师不太敢打女生呢？这个女生会把这个事情呢记住，记一辈子然后生气三不五时就拿出来打一下自己，三不五时打一下自己，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很多过去的事情，现在每次拿出来都是打的，对不对？一些伤心的事呢，一直不断的挖它出来，然后让它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其实你们很多事情过了，包括你们遇到一些，当然那些事情可能我没有遇过，我没有那么伤心，但是那个事情过了，你伤心了，或者是你感觉你被伤害了那个伤害很重很重。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越来越重？因为你每次翻它出来的时候，就让它伤害你一次你被割了一刀，对不对？每次看到那个伤痕，再割一刀，看到那个伤痕，再割一刀，你们的心受得了吗？一次一次一次这样割，受不了的。然后受不了的一天，你可能就倒下去了有些倒下去就爬不起来了，对不对？其实那个事情过去了，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过去心不可得，真的是不可得。不止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连念做它的那个心，那个念呢，都是不可得的。我们从什么时候或者在用什么方法的时候最容易发现到这个问题？我们打坐的时候，因为打坐呢，我们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轮回？就这些事情不断的重复，轮回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知道吗？你一直在重复那个过程，重复，它就轮回了嘛，它的力量就不停了嘛，就一直转嘛。你要转到什么时候？你要总是要让它停下来的嘛所以呢，打坐的时候呢，你这一些长期不断轮回、不断重复的这些过程，它现在只变成是一个什么？如果是从唯识学的角度，是变成一个种子。然后如果从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它是心里面的一个念头、一个功能而已，知道吗？但是呢，我们一直不断的让它浮起来，浮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再加油加料。像刚才我们讲那个事情，如果是吵架的事情吵架了，你还有什么连续剧昨天第一句，今天第二句，明天第三句，然后打完那个气的时候，你加了气剂，然后回去呢再跟他吵第8季、第9季，哪有完有了？真正我们用功的过去心不可得，但是不可得不是说它不存在，不是它没有，它有，它曾经存在过，但是呢不可得就是说你可以放下它，你放下它，它就过去了。如果你打坐的时候浮起这个念头来，你一看，哎呀，昨天我跟这个人吵架，你看吵架其实它的起因很小，就一点点事情罢了，我吵起来，哎呀，吵到我心很烦，不管我赢还是我输，都让我烦。你看连我打坐他都来烦我，那个时候你的理智就要出现了，回到你的方法，数你的呼吸，安定下来。如果它又在浮现，你知道我现在不要让它轮回了，我让它过去，然后你就不要再执着它来了让它过去，它又再来再让它过去。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抓得太紧，所以它可能会重复好几次，可是每次你都让它过去，然后呢你马上心里又有个警觉，你看这么一件小事，我跟他吵架了几句，我打坐的时候他就来干扰我，
这个事情多么不理智啊！你就起个念头，改次发生这种事情，我不要轮回了，我不要再让这个事情发生。你的智慧现在行不可得，放下它，然后未来行也不可得，我不执着了。但是呢，如果下一次又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心就浮起来了，你的这个智慧的心浮起来，我不跟你吵啊，你赢了，你对了啊，对不起，没事了。你打坐的时候，他还来干扰你吗？不来了，对不对？所以缘生缘灭嘛，它是空的，是一个无常的过程嘛。干嘛我们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呢？所以如果你信因果的话，那么一下子呢，你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然后我们就是不信哦，所以我们一直让它重复咯，然后我们执着它，结果呢，把自己呢，生活弄到很多烦恼所以我们做人真的很难的，赶快成佛啊！记得哦。所以呢，我们在整体的修行过程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让我们时时都可以信仰甚至信赖、信任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的佛。我们看到他在说法里面告诉我们的他本身的体验，他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然后怎么完成这个佛道，全部呢我们在念了以后、读了以后，我们都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心里的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这一切的理呢，我们的心是具足的，只是呢我们不让它发挥功能，我们反而让那些烦恼来发挥功能，导致我们自己呢都不安心。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把这个信念提起来呢？我们就来普贤十大愿的愿行，好好的礼敬诸佛我们礼的对象是诸佛，所以我们对诸佛要有所了解，因为我们要以它作为我们修行的模范，他是我们的根本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嘛，对不对？而且还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诸佛，所有的佛都是我们礼敬的对象。那么礼呢，是一种生理上的行为。你们有礼拜吗？对不对？你们会礼拜吗？会哦。动作好不好看？又不好意思了我们礼拜的动作呢，其实是很好看的，而且呢，告诉大家，礼拜也是一种运动来的，知道吗？但这个是一个形式我们这个形式里面呢，有几种不同。如果你们到南传的国都去的话呢，你们看到他们礼拜他们礼拜这个佛，他们跪在那边拜三拜。那么他们没有把这个方法呢当作是一种我们所谓修行的方法，他们只是当作一种仪轨来进行那么这个仪轨进行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含有内涵，就是我们的身跟心要统一。这个心怎么统一呢？心里面一定要有一种虔诚恭敬的心，所以礼敬礼必敬。那么敬的时候呢，必以礼。所以一个是身，一个是心。我们身和心统一了，我们就是礼敬。那么礼敬的对象是诸佛，我们要了解诸佛。那么他们的动作呢，你看到他们礼拜的时候，他的手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有时候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偏这个南传系统的，或者是看到一些印度人，他们礼拜的时候呢如果礼佛或者是礼他们的神，或者是礼拜他们的宗教师，他们下去的时候呢，会碰触他的脚他碰触他的脚是做什么呢？因为
他们也有一个仪式，对圣人、对修行的人表达这个尊敬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们手上会抹香，抹那个香粉啊，抹那个香粉做什么呢？涂香啊，然后会涂在圣人的脚上，因为在印度还有在南传佛教的这些出家人或者所谓的修行的人，基本上都不穿鞋子的，那么赤脚，所以他们走在路上，或者有时候他们走在田野的地方啊，比较荒凉，甚至走在森林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虫蚁啊，所以他们就涂香啊，给他的脚有一种这个香粉，然后就会驱赶这些虫蚁啊，不会咬他们、叮他们啊，要保护他们啊。那我们汉传佛教的呢，我们叫做五体投地啊，五体的话就这边还有我们的头部、整个手还有膝盖。那拜下去的时候，我们尽量把整个身体放下去，对不对啊？你们学应该大致上都相同。然后我们的手呢，在那边要翻过来，然后翻过来的时候呢，做一个观想，我们的手好像莲花啊，莲花做什么呢？我们观想说佛的脚就在我们的莲花上面啊，你看还有观想的哦，不只是这样拜下去哦，你拜下去的时候佛就站在我们的莲花上面啊。当然你们可能来不及想那么多就起来了因为你们拜佛很快，咻，那个动作哦啊，可能你们也不一定有听过这个啊。那么这种说法呢，只是一种理论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形式，那么这个形式有一些象征啊，我们心里面知道啊，可能你来不及做观想的啊，那没有关系。那么你把这个形式学会了，然后在拜的过程里面呢，用一种很虔诚的心来礼拜就可以了啊。那么藏传佛教呢，他们的礼拜的方式呢，真正的五体投地，整个下去啊。那么这个他们的礼仪也有他们的含义所在，他们也当作是修行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汉传佛教礼拜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功课里面都可以安排。那南传佛教呢，他们礼拜没有做那种很多的那个礼拜，他们基本上就礼佛三拜啊。那如果是这些弟子呢遇到他们，或者是我们进到佛堂也是礼三拜啊，它就是一个仪轨啊，不特别强调它的一种修行的功能。但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有强调，然后有说明。当然这方面的内容呢会更深，老和尚呢就讲了很多我稍微提一下，你们想要知道就去看啊。因为这本书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没有关系，你们上网说不定有然后这个是礼敬诸佛，我们先这样提一下，因为呢，在这个礼敬诸佛的这个修行里面，这个行持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些道理那我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先讲到这里。